自从回到天界之后，才发现自己离星辰如此之近，才发现星空如此之美。那些凡人渺小而短暂，但似乎却比神仙更懂得什么才是最珍贵的。是啊，做凡人有哭有笑，有喜有悲，确实比做神仙有意思多了。凡人啊，一生还是太短暂了。转眼便是生死百年，红尘浮华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有什么好留恋的呀？的确，凡尘一世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啊，流星。小仙曾听闻，若是灵魂逝去，便会化作一颗星辰，也不知道哪一颗是他。做凡人，终究寿命还是太短暂了。做神仙好，至少可以和所爱之人相伴千年吧。月光一定是你铺垫着情绪，柔软陆长公存在过，雾气一定是你浸透我情绪，只要有人记得，就不算消失。说不清矛盾心情，却渴望我能珍藏或者删去。你只是在途经，心跟着起涟漪，好深情。想问谁有独爱的秘境，好让我闭上眼睛就可以去飞行，飞过你瞬间。你看那颗星，最亮的那颗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星吗？什么星啊？是战星，是你。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特别明亮。一瞬间就决定，比起拥有你，我在思想你更为动心。哎，小祥子，你是不是去找出宫仙君啊？啊，莫不是惦记人家昨天晚上没吃着海棠花糕，专门给人送过去啊？谁惦记着他了？我自己吃还不行吗？哎，之前死活不愿意历劫，现在愿意了。哎，谁愿意了呀？仙君那人心眼小，脾气暴，虽然面上不说，但心里说不定早就把我千刀万剐好几遍了。小祥子所言极是。既然这样，咱俩现在就把事推了去。哎，走，我是那过河拆桥的人嘛。哎，人家都说小富即安，你说你都升成福元仙子了，干嘛还辛苦历劫啊？那福元仙子也是服天下有缘人，仙君也是其中之一嘛。我若是能助仙君历劫成功，那也算是我的职责。行，那这样，你这次历完劫回来，
我开一瓶我珍藏500年的好酒，犒劳犒劳你。我4000年的招梦露都喝过，谁稀罕你500年的酒4000年的招梦露，除了出宫仙君，这天界谁能弄得到啊？庸俗之人，回去干活。免礼，免了。小祥子啊，你跟出空仙君下界历劫的小本本写的差不多了啊？这么快啊？我这还有一堆红线没签呢。先放一放啊，准备。快！可是福缘仙子不就是应该去服天下有缘人之缘吗？我这刚得到封号就下凡，丢下工作不太好吧？我这个红线儿啊，你还服别人呢？你先服一下你跟仙君的缘吧。我跟他能有什么缘呀？你二位的缘说起来那是悠久绵长啊。小簪子拿下。哎，想当，结果，当年，老朽还没有点化你的时候，你还只是天界飘荡的一朵祥云。那个时候，你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霄云殿。战神常年沾染血腥，杀戮太重，鲜有神灵敢靠近啊！唯独你毫无忌惮，一手就是好几千年呐！你的那份痴心打动了我呀，你的那份真情感动了我呀，所以我才点化你，想要撮合你们，也是为了促成冥冥之中你们早就注定的那段缘分。龙王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可是我怎么来这件事儿，你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？3000年了，我在霄云殿守过门，在人间看过地，还给齐国昭示过祥瑞，给吴国降过雨。对了，有一次您喝醉了，还跟我说我是您上完茅厕之后一身通畅，心情大好，在茅厕门口点化的一朵祥云。您这点化我的事儿，要不您再认真编编？这回是真的，真儿的，你得相信老朽啊。那个麻烦让一让，让。哎呀，那小祥子，你就好好准备啊。这次的设定就是，您患有天生心疾，玲珑心。本座有病？有啊。可能活不过20，但是有治愈之法，那就是让小祥子拥有另外一颗玲珑心，然后让他爱上您，主动的把心献给您，就能续命。这样情节也就立完了。到时候您不想待，咔一抹脖子，唰，俩人都回来了，元神也修复了，皆大欢喜啊。这个20年够吗？情况紧急，20年差不多了。不过有什么方法能够确定他爱上我的？别让本座试探啊！这好办，我们只要让拥有玲珑心之人唇齿相接，心脏就会焕发出光芒。当这光芒光辉闪耀、蓬荜生辉、夜如白昼的时候，您就可以让他安心的献心了。这个仙君是不满意吗？那这样，我再加上一条，我让这玲珑心拥有半仙之力，半仙之力就相当于天生内力。仙君自打一出生便举世无敌，这样历劫也轻松些。哎，就这样吧。不过呢，再给本座加一条。仙君还想要什么？让他听话些，最好是对本座唯命是从。这次生死决裂，这次别再让本座失望了啊！
是仙君。唇齿相接。仙君不让天界看他，大大的满意。李天王，修明殿下，修明殿下又来借书啊？此次下界，本殿觉得颇有趣味，想找一些历劫相关的书籍看看。啊，历劫书在那儿，第2个柜子。多谢。仙君吉祥。要去哪儿啊？小仙好像正巧丢了件物事，正要回去找呢。本座在来的路上刚好捡到了瓶忘川水的解药——忘川蜜。这怎么可能是小仙的呢？小仙向来是个守规矩的人，和仙君下凡历劫，定是一碗忘川水喝得足足的。如此甚好啊。嗯？他这个人的，还不赶紧随本座过来！来了。仙家下凡历劫，按照惯例，凡胎死先身生，元神自会得到修复。可当2人为同源元神，一方在历劫之时为另一方心甘情愿付出生命，则可将自身元神献出，补给给对方。一盈一亏，此消彼长。修明，悉听尊便。元神为何竟会受损了？持续献出元神的一方，终将元神寂灭。原来这就是香云元神受损的原因。吉时已到，下凡不必麻烦了。喝了这杯忘川水，赶紧随本座下界，本座赶时间。怎么？要本座亲自喂你喝吗？不劳仙君了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喝吧。本座便带祥云仙子下界了。恭送。仙君，他喝了吗？嗡嗡有没有觉得，仙君看着福元仙子时，眉眼中有一种笑意，眼神里还有一丝宠溺。宠溺吗？宠溺，老宠。求你了，不要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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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他。带走。是。不要！
究竟是谁如此大胆，敢对我玉剑宗宗主下此毒手？陈堂主，弟子们刚才检查了尸体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慢！公子先讲规矩，在此稍后。拦住他！裴公子，还不快退下！裴公子，这是新来的弟子，不知道裴公子的身份，望裴公子海涵。小祥在哪儿？小祥小姐下落未明，想来应该是被劫杀宗主的人带走了。杨叔叔和伯母带小祥南下求医，中途落脚着满香馆。此事除了教中弟子，可还有外人知晓？教主南下之事，并没有刻意保密。若是有心之人打听的话，不难知道。不过我们玉剑宗向来行事低调，不应该有这样的仇家呀。可能他们的目标，并非玉剑宗，而是小祥。小祥小姐不过是养在深闺中的小姑娘，平日里被兄嫂和裴公子护着，从未在江湖上露过脸，怎么会惹上杀手呢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愿替玉剑宗寻回小祥，哪怕翻遍这江湖，也定会找到他的下落。在下代玉剑宗谢过裴公子。你说这裴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陈堂主对他如此恭敬。他呀是宗主的世交，白鹤派裴大侠的独子裴修明。你刚入宗门，不了解也是正常的。他与小祥小姐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。若不是小祥小姐身有心结，他们俩呀，怕是早就成婚了。教主，这些年您使用玲珑心之力，对身体的消耗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一次，我看恐怕又要坐几日的轮椅了。无妨。教主，若那姑娘真的是教主要找的玲珑心之人，那可真的太好了。教主。这姑娘的确有玲珑心。真的？那教主，我说对了，您不用死了。小妇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哪儿瞎说了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拥有玲珑心的人，大抵都活不过20。教主今年都19了，得赶紧找这个姑娘献心，给教主续命啊！祥云，我找了你这么久，没想到我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见。他有醒过吗？有片刻苏醒，不过他好像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，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，一个劲儿的发抖。我就帮他调配了一些镇定安神的药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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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救救我！